穿越游戏世界，而我却成为了一名铁匠 NPC。悲催的是，别的穿越者不是有金手指，就是自带强力系统，而我却什么都没有。但好在作为一名 NPC， 只要完成 NPC 应尽的义务，就能获得经验和奖励。于是我便装作一副生人莫近的样子，准备默默提升自己。可偏偏有那么一名玩家觉得我这样就是有隐藏任务，不厌其烦地向我索要任务。于是我便随口说道，让他去把县令给击杀了吧。可没想到这时却激活了系统，系统竟然真的给这名玩家发布了击杀县令的任务。这名玩家收到任务后直接愣在了原地。要知道此时他才只有1级，而县令可是40级的精英首领，这无疑是去送死。于是我连忙把他稳住，防止他真的一时冲动去击杀县令，到时候恐怕我也会受到牵连。而就在这时，我发现自己的属性面板上赫然出现了一个玩家才拥有的本源天赋熔炉，可将2个素材进行融合，但在我铁匠的身份的影响下，直接变成了熔断，可将2把任意武器融合在一起。为了稳住这名玩家，我决定先把他的武器融合一下。我先是索要了他的木剑，再随手从铁匠铺取下一把绿装铁剑，并排放在锻造台上。这时脑海中便传来是否进行融合锻造的提示。我心念一动，拿起铁锤，对着2把剑敲击起来。一顿火星4剑后，一把崭新的长剑静静躺在轻铁剑，绿色，需求等级1级，攻击力5，特效1，锋锐小幅提升破甲效果，特效2，无法破坏。看着融合后的属性，我心中也是颇为满意。而这名玩家看到后，更是死死盯着这把轻铁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但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正当他准备伸手去拿时，我却直接说50文。50文对于一个新手村的玩家来说，几乎是倾家荡产的价格，但这个效果却又强得可怕。只见这名玩家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打开自己的包裹，里面只有几个开局给的铜板和一些不值钱的杂物。他咬了咬牙，像是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当着我地面将所有东西一股脑的卖给了系统商店，甚至还上到游戏外的交易平台上，用信用点购买了铜板。叮叮当当一阵响，数字终于跳到了50。他将这沉甸甸的50文钱捧在手心，双手抖得跟筛糠似的递到我面前。我面无表情地接过50文钱，随后将轻铁剑递给了他。他紧紧握着轻铁剑，心中还有些不可置信，有这武器在新手村岂不是无敌？于是他便兴高采烈地离开铁匠铺，但他却没有出现去杀1级的野猪，而是拐头走向了其他地方。我心中不免有些疑惑，这小子该不会去干傻事吧？但方向明显不是县令的方向，于是我便不管他，仔细研究了一下自己的天赋。原来只要是经由我手融合的东西，都会被打上我的原初烙印。简单说，就是玩家持有我锻造的武器击杀怪物时，我会算作参战者、助攻者，获得一部分经验与奖励分成。那如果以后所有人都用上我融合的武器，那我还不得起飞？片刻后，名为伊托会飞的猪的玩家来到了5级副本黑风山寨门口，这里人声鼎沸。他扯开嗓子吆喝：黑风山寨1等4，速度来人，人满就开。周围顿时传来一阵鄙夷，我没看错吧？1级来黑风寨，这哥们想屁吃呢？兄弟，1级你打个蛋副本，滚回去杀你的同类去吧！你们看他 ID， 伊托会飞的猪，我看是伊托会飞的尸体吧？哈哈哈！伊托会飞的猪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时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那个，你要一起吗？是一个叫清月琉璃的琴音玩家。他身边的雪河玩家不屑的撇嘴：琉璃，你心也太善了，带个1级的累赘，拖我们后腿啊！算了，带他一个吧，就当做善事了。清月琉璃温和的对伊托会飞的猪招手：会飞的猪，你跟在我们后面，别乱跑就行。伊托会飞的猪努努嘴，没说话，跟着进入了副本。很快，前方冲出一名5级山贼，雪河举起长戈正要迎击，却见伊托会飞的猪怪叫一声，抢先冲了上去。猪爷冲击！伊托会飞的猪手中青光一闪，一连串巨大的红色伤害跳出，生命值减88，生命值减92，生命值减85。山贼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消失了。我在铁匠铺里酷酷打铁，耳边突然传来提示：原初烙印发动，您参与击杀了黑风山贼，获得7经验值，15文钱。我嘴角微微勾起，从一个玩家给我打工开始，等我掌握更多技能，这帮玩家绝对会出大价钱找我。这哪是玩家啊，这分明是一茬一茬的韭菜啊！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与此同时，副本里全场死寂，这是出 bug 了吗 ？TM 的开了吧，我靠！众人的认知被彻底颠覆。伊托会飞的猪的输出高的离谱，精英怪在他面前撑不过3剑。先前那位雪河满脸不可置信的看向伊托会飞的猪，不是兄弟，你 GM 啊？啊哈哈，我就一普通玩家。伊托会飞的猪打着哈哈，随手3剑又捅死了一个精英怪。雪河咬牙沉默片刻，果断点开了游戏菜单，为 GM 吗？我要举报，有人开挂。副本内，雪河盯着举报失败的弹窗，再看那边3剑一个精英怪的伊托会飞的猪，心里跟猫挠似的。他凑上前，换上一副热络面孔：兄弟，真人不露相啊，刚才是我得罪了，看你这身手，肯定有什么奇遇吧？伊托会飞的猪正砍得兴起，嘿嘿一笑，高深莫测的摇了摇手指，没说话。很快，众人推到了5级精英首领黑风寨主面前，都小心点，这 boss 有狂暴。清月琉璃细声提醒。雪河刚摆开架势，伊托会飞的猪已如离弦之箭冲了上去，猪爷冲击，一连串伤害爆出，众人赶紧跟上。就在寨主即将狂暴瞬间，伊托会飞的猪手起剑落，干脆利落的清空了血条。叮，恭喜玩家清月琉璃、雪河、伊托会飞的猪通关副本黑风山寨，刷新副本记录，世界频道瞬间炸锅。队友们像看怪物一样盯着伊托会飞的猪。我去，猪哥，你这绝对是职业级的！雪河语气惊叹，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却还得硬着头皮吹捧。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兄弟我。
是啊，太强了。猪哥，你哪个工会的？依托会飞的猪，一个2级新人哪见过这场面，被捧得有些飘飘然，老脸一红。没有，不是我厉害，主要是我这把武器。他说到一半发觉誓言，赶紧闭嘴。可雪河等人全是人精，眼神立刻亮了。武器？雪河追问，哪来的？就是云梦县铁匠铺那个 NPC， 抵不住众人的糖衣炮弹。依托会飞的猪把我的事全交代了。雪河呵呵笑道，有这么神奇的 NPC， 猪哥带我们见识见识。依托会飞的猪有些腼腆的应道，好吧，那就回云梦县吧。一行人传送出本，2级的依托会飞的猪在众人背后如芒在背，匆匆离开。然而几道低调的身影已尾随其后，回到铁匠铺。我正全神贯注敲打着一根管状兵器，依托会飞的猪带人凑了过来。大师，依托会飞的猪底气十足的介绍，我带了几个朋友，也想强化一下武器。我停下火，深邃的眼瞳扫过众人，可以。我淡淡开口，但除了2把武器，还需要额外材料以及手续费，100文一次。什么？100文？众人倒吸冷气，可想到那恐怖的属性，雪河第一个表态，没问题。他将一把蓝装长刀和长戈放上台，我接过，砰砰一顿敲击，黑风大刀精良，需求3级，攻击7至8，特效刀气纵横，黑风扫落叶，陈平所断。其他人见状纷纷掏出家当，铜板叮当作响。就在这时，3个流里流气的 NPC 闯了进来，领头的是7级混混王五。陈老板，割几个手头紧，借点花花。依托会飞的猪几人脸色巨变，却因等级差距不敢上前，我头也不抬，自顾自打铁。王五见被无视，伸手就抓向我的领子，小子，跟你说话呢。手未触及，锻造声猝然停止。我拿起那根黑漆漆的管状物，对准了王五，砰，火光喷涌，巨响震天。一名混混肩膀炸开血洞，血条见底，颓然倒地，全场死寂。依托会飞的猪颤抖着点开武器信息，武器未命名，需求10级，攻击75。这是一把划时代的武器。看着冒烟的枪口，王五汗毛耸立，哆哆嗦嗦道：“陈老板，是我们冒犯了。”冒犯？我冷笑转弯，黑洞洞的枪口抵住他的脑门，尽管没子弹，王五却吓破了胆，掏出沉甸甸的钱袋搁在柜台。这是孝敬您的，这些钱是借邻里的吧？我玩味的看着他，是，拿回去，物归原主。王五想揣回兜里，我枪口微微一压，他吓得浑身一抖，钱袋摔在地上，铜钱散落一地。被欺负过的邻里 NPC 纷纷上前取回财物。我转头看向玩家，他们在频道里疯狂交流，大师在干嘛？主动散财，预热新武器剧情，绝对是。我看立稳了伪光正的人设，淡淡开口，滚吧。王五连滚带爬的跑了。依托会飞的猪满脸崇拜地盯着我手中的枪，装出好奇宝宝的样子。我被盯得恶心，皱眉问道：“怎么想试试？”想。我顺手将火枪录入商品列表，商品名称：碎发冲，上架成功，开启试用，拿去吧。依托会飞的猪激动接过，眯眼瞄准。大师，这玩意怎么瞄准啊？材料不够，还没来得及做。我随口应道。依托会飞的猪心里吐槽是半成品，嘴上却老是举枪。砰的一响，他被后坐力顶得摔了一屁股墩儿，而远处的假人直接被轰碎了半截。我也试试。雪河抢过枪，稳稳扣动扳机，土石4溅，威力惊人。他回身嘿嘿一笑：“大师，这枪卖吗？”我看他刚才抢枪的不礼貌劲儿，脸黑得像锅底。卖，别人一定银子，你实定啊？我继续帮他们合成装备。然而游戏外，名为金线神级铁匠 NPC 的帖子已冲上论坛热搜，2级速刷副本，手持热兵器，散财人设，种种细节让玩家疯狂。我靠，别人习武他玩枪，组队去云梦县，我也要融合武器。翌日，铁匠铺门庭若市。就在我疯狂正经验时，系统提示响起，检测到影响力大幅提升，是否进阶为资深铁匠？我心念一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是。系统界面散去，我的身份已变为云梦县铁匠铺师傅精英，全县中多出了铁匠铺管理与店员管理。我嘴角微翘，扩张的时机到了。翌日，舆论发酵后的铁匠铺门口简直人山人海，甚至连远道而来的外地玩家都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面对如此狂热，我没有开门迎客，而是竖起一块牌子。由于近日客流量过大，武器升级服务每日限定100人，人群陷入死寂。依托会飞的猪挤到门前查看，愣道：“这啥意思啊？”字面意思，我语气冷淡，这意思是今天开始合成武器次数有限制。合成武器不是铁匠铺的功能吗？为什么有限制？我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你在说什么胡话？铁匠铺主营是锻造和出售，合成只是我个人心血来潮的附加服务罢了。我顿了顿，掷地有声道：“我总不能为了这点副业，把我吃饭的家伙给丢了吧？那才是我的立身之本。这当然是我的饥饿营销。”果然，玩家们不仅没走，反而觉得陈大师亲手合成愈发金贵。随着各种脑洞大开的武器出炉，我的资金与材料飞速膨胀。次日，依托会飞的猪背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哐当一声砸在地上。他嘿嘿一笑，掏出纸条念道：“大师，这些都是兄弟们托我来合成的。我瞅瞅哈，这把长剑跟这把短剑合，我心知肚明，这是雪河钻了线人不限次的空子搞代合成。我没服他的面子，接过来快手完成了业务。”依托会飞的猪背起包刚要走，我便对下一个玩家淡淡开口：“今天接的单够多了，合成业务到此为止，各位明天请早。”门外瞬间炸了锅，我却充耳不闻，关上窗口开始用私藏材料制造碎发冲，这可是我的核心武装，我只会提供给信任的人。与此同时，通过我合成出去的无数装备，我已经在云梦县布下了一张庞大的监控网。此刻，我正通过烙印感知到雪河小队在角落里低攻。我去，这游戏修复 bug 也太快了。
才一个人就瞬间给休了。行了，别叫了，方案黄了，赶紧想方案 B。那个叫叶未央的玩家眼神阴狠地提议垄断名额，将外地人拒之门外，借此稳固云梦玩家的优势。依托会飞的猪却异常认真地摇头拒绝，我不同意。陈平这个 NPC 对我们这么好，我觉得他很重要，我们不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反过来背刺他。叶未央冷哼一声退出队伍。第二天，他竟带人组建了云梦县衙，封锁整条街道，对外地玩家大肆勒索。臭外地的，有户口吗？就想进来打装备，临时户口，晨会50文，爱买不买。这种疯狂行径点燃了大公会的怒火。九霄开服以来第一场玩家大规模战争就在我店门口爆发了。50文，你怎么不去抢？老子千里迢迢跑过来就为了打个装备，给爷爬！由于叶未央带头挑衅，场面瞬间失控，刀光剑影伴随着技能光芒在街道炸开。本地玩家仗着复活点进，前仆后继，卫兵 NPC 根本管不住这群疯子，战火波及全城。清月琉璃急出一身汗，他的小队在乱军中寸步难行。他灵光一闪，撇下队友钻进混乱的人群。挨你一个奶妈怎么过去了？依托会飞的猪拉了一把没拉住。我此时正悠哉悠哉的在后院品茶。大师，琉璃跑得气喘吁吁，外面打起来了。为了争夺您合成装备的名额，两帮人打起来了。我放下茶杯，棕色的眸子没有起伏。冒险者们打起来了。是啊，大师，您快出面管管吧，再打下去要出大事了。我既没答应也没拒绝，淡然反问，就算我出面，你觉得这场纷争就能解决吗？见他语塞，我指了条路，你不妨去到县衙，将此事报官，状告他们当街械斗，聚众闹事。琉璃愣住了，大师，可这是因你而起，难道不应该因我而起，便要由我而终？我轻笑一声，那我又能如何？是增加名额，还是干脆关了铺子，治标不治本罢了？他显然很困惑，但见我一副风轻云淡、蜘蛛在握的模样，他最终咬牙选择了相信大师他有他的道理。他转身离去，准备去县衙试试，看能否终结这场纷争。县衙内，捕快们鼻青脸肿，捕头揉着太阳穴，显然拿这群打不死的冒险者没辙。就在这时，清月琉璃冲进县衙，疯狂鸣冤：几位大人，南街那边上千名冒险者械斗，整条街都堵死了。再这么下去，怕是要出人命了。一听是冒险者，捕快们吓得直往捕头身后钻。捕头心知势大，立刻带上卷宗去找县令张德才。县令约莫40岁，生得精明，盯着卷宗沉吟：你是说他们是围着陈家那个铁匠铺在打？就是前几天让王五吃瘪的那家？正是。师爷补充道：据王五招供，那铁匠掌握着一种名为火器的兵器，威力惊人。张德才的小眼睛眯了起来，他对人命没兴趣，但对新式兵器志在必得。他重重扣了扣火器2字。平民，你带人去调停，顺便。师爷心领神会，立刻带着官兵浩浩荡荡杀向铁匠铺。玩家们见官府出动，纷纷收手退散。师爷昂首挺胸走进店铺，对着淡定饮茶的我拱了拱手：陈师傅，别来无恙，县尊大人命在下前来调解纷争。我放下茶杯，眼皮都没抬。师爷言重了，不过是些求之不得的客人，有些心急罢了。师爷本想兴师问罪，却被我一句话噎住。他板着脸要求我平息骚乱。我呵呵一笑，师爷是想让我关门，还是想让我不再做生意？解决问题要从根源入手。我指了指狭小的铺子，我这人手不足，满足不了这么多冒险者，他们自然心生怨气。若县衙愿提供便利，扩建规模，缩短流程，冲突自然平息。平民眼角直抽，这小子皮球踢得真准。我见他动摇，顺势抛出杀手锏，将碎发冲往柜台上一拍。县衙公布若能协助，陈某自须重谢。师爷觉得此物如何？师爷正愁没法套火器的秘密，见我主动把筹码端上桌，当即表示要上报。县令听完大喜，立刻批文拨款。仅2天，我的小铺子就扩建成了占地数亩、包圆整条街的工厂。玩家们的战争热忱随之冷却，有人感叹官府背景深厚，有人调侃我是在满足小妖精。雪河和依托会飞的猪则更疑惑，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存在？扩建完成后，我主动进了县衙。张德才开门见山：陈师傅是大才，不过本官对你手中那火器实在是好奇。我故作恍然，掏出图纸递上：大人，草民正想献上此宝，此物名火铳，配方具在图纸内。张德才对我的识时务极其满意，顺手塞了几个工匠到我这学艺。陈师傅，我听平民说你的铁匠铺还缺学徒。正是大人，听闻王五等人入狱，草民想替他们求个情，让他们改过自新，我管这叫劳动改造。张德才哈哈一笑，大手一挥把那几个泼皮交给了我。地牢里，王五还以为要被问斩，吓得要抱我大腿。我心中恶寒，一脚横踹，滚！带回铁匠铺后，我把他们扔到矿石堆旁。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劳改犯，好好学。谁有小动作，试试这枪。王五看着我擦拭碎发冲，吓得又给手下混混一巴掌。你想死，我可不想死。有了县府工匠和这帮劳改犯，我彻底从基础工作中解放出来。我当即宣布，武器合成服务取消所有限制。云梦县沸腾了，长龙排的井然有序，我只需坐在锻造台前熔断，生产和销售全交给手下。至此，一场动乱烟消云散，而我陈平的声望在玩家中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检测到影响力大幅提升。是否进阶为精英铁匠？晋升，我毫不犹豫。进阶成功，您的身份变更为云梦县武器制作厂主精英，解锁次级副本权限。研究后我发现，这个权限让我能创建依附于大势力的子副本。更大胆的计划在我脑海成型，玩家在我的副本死亡，经验、金钱与装备全归我。而击杀玩家的怪物作为我的部下，能获得50%的虚空经验。王五那几个劳改犯正是县城的优秀员工。我选取5把改装了瞄具，雕刻了防滑纹饰的 VIP 版碎发冲，随后提着枪再次踏入县衙。
陈师傅可当真是国之栋梁啊！张德才抹撒着冰凉的枪身，小眼睛满是贪婪。有此利器，本官也算有了自保能力，能为县太爷分忧，是草民的荣幸。我拱手行礼，心中冷笑。张德才话锋一转，陈师傅大才，想必博学不止于此，兵士们可都盼着换装呢。其贪婪让我心底一凛，我面不改色的开始飙戏。县太爷说笑，草民不过偶得残破古书，穷极半生才琢磨出这一杆，早已倾囊相授了。他笑了笑，随后抛出橄榄枝，许我一个五品级的官职，我需要官方势力作为保护伞，故作受宠若惊。那小人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回到铁匠铺，我闭关制作副本，场景选在西郊废矿，空气中弥漫着硫磺味，熔岩如火龙流淌，仅有一条焦黑土路通向深处，就叫淬火之地。命名成功，副本淬火之地，等级15，难度地狱。我走出静室，将改装好的火铳丢给汗流浃背的王五等人。从今天起，你们除了打铁，还要练习用枪。接下来的日子，后院枪声不断，直到系统确认他们全员获得枪械精通等级1，我才将他们设为副本小怪，而我自己则是最终 BOSS。掉落可免费合成装备的稀有道具淬炼令，我通过依托会飞的猪等常客发布了隐藏任务。很快，淬火之地在玩家中人气爆棚。通过上帝视角，我观察到了第一支挑战队伍——血色荣耀精英团，都跟紧了。这个15级副本，我们必须要拿下手刹。团长剑指苍穹，意气风发的领人踏入洞窟。他们刚踏上土路，对岸阴影中毫无征兆的爆出火光，砰砰砰！走在前面的重甲 MT 头顶飘出生命值减89，血条空了一大截。我靠，这什么鬼东西？是枪，云梦县铁匠出售过的枪。由于只有一条独木桥般的土路，玩家们成了活靶子。王五几人猫在对岸狞笑，吃你王五爷一枪！精英团强顶着火网冲过桥，清理了几个近战战力平平的混混，终于来到洞穴深处。我正盘膝而坐，铁锤敲击着火红的胚料，总算到 BOSS 了，准备开怪。MT 猛地冲锋上前，哎，真是打个铁都不让人安生。我叹息道，4把碎发铳同时对我喷出火舌，试图饱和攻击，可随即一声反击的冷枪响起，队伍里的奶妈血条瞬间见底，头顶飘起鲜红的生命值减120暴击。老大，不是我们开的枪啊！什么？他也有枪？战斗彻底爆发，我动作迅捷如暴，铁锤是大力沉，逼得 MT 节节败退。更可怕的是，在近战间隙，我会魔术般掏出装填好的火铳直接点名。近战被压制，远程挨个点名，精英团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老大，顶不住了！这 TM 的根本不是15级副本该有的难度啊！剑指苍穹化作白光消失前，只留下半句怒吼。这 BOSS 开挂，系统提示音在我脑中疯狂炸响，经验条如坐火箭般冲破15万大关。在9霄中，经验是万能货币，除了升级，更能强化技能与图纸。我维持在15级，将所有经验投入到原初熔炉的新功能摸索中。数日前，我意外发现，连技能也能融合。我将练习火铳获得的枪械精通与锤断投入熔炉，耗费大量经验，成功练出铳械修复。作为 NPC， 只要积攒足够多的技能，就能向玩家传授，从而换取更多金币与经验。借着给同僚送银票的机会，我横扫了半个云梦县的 NPC 技能，从刑部薅来审问和行刑，从兵器私学到诛武精通，甚至连酒馆老板娘和药馆郎中的技能也没放过。那么开始吧，行刑加诛武精通等于断罪，锤断加淬火等于烈焰断击，枪械精通加诛武精通等于火器大师。获得火器大师的一瞬，海量知识冲入脑海。以前我只是复刻碎发铳，现在哪怕是一眼也能看出上百种改良方案。我灵光一闪，尝试将碎发铳图纸与新技能融合，融合成功，获得新图纸连发铳。连发铳需求15级，攻击50，跨时代的设计使其可5连发，但后坐力巨大。我立即开工，在技能加持下，锉刀与铁锤的律动犹如演奏乐章。半日后，手把样品出炉，其精度堪比机床加工。去后院试枪，3声报鸣后，沛然巨力直接震得我右臂酸麻。我甩着手，意识到这枪门槛太高，玩家恐怕驾驭不住。接下来的几天，我精工细做了10把改良款，加装减震部件，将门槛下放到10级。有了应付官府的资本，我享受起清闲时光，每天除了打铁合成，就是教训青龙铁匠小组的王五等闲混混。老大，我错了，我这就好好干活。王五刚想和兄弟吹嘘晚上的火烤钢宗珠，后脑勺就挨了我一记暴力。我指着他锻造的武器教导：这把锋刃太薄，不耐用；那把过钢一折，韧性不够。是。老大教训的是，他点头如捣蒜，心里却在嘀咕：打铁比打架难多了。晚餐时分，我领着这帮小子杀进醉仙楼，风韵犹存的柳三娘迎上来，几个混混眼珠子都快粘人家身上了，被王五一筷子拍开贼手，敬你陈老板一口。众人举杯，王五憋红了脸，也想不出祝词。我淡笑，不敬我，敬你们自己，敬这阵子的辛勤劳动。一杯交心酒下肚，这帮家伙是彻底归了心。酒过3巡，2楼下来几个骂骂咧咧的玩家。我靠，黑风山的野猪跟打了鸡血似的，太 TM 的猛了。云梦泽的利齿鱼翻了10倍，谁下水谁喂鱼。我心里咯噔一声，野兽集体暴乱，这太像受朝工程的前奏了。路过县衙，果然看到了官府发布的清理失控野兽悬赏，事态比我想象的更严重。玩家能复活，我这个 NPC 要是被淹没就真的没了。回到铁匠铺，王五他们打着饱嗝去睡了，我独自坐在铁匠铺，神色凝重。光有杀伤力不够，面对铺天盖地的怪物，必须有控制和大范围杀伤。铁匠怎么搞控制？我盯着面板，目光最终落在药理通石上。危机催生灵感，我果断开启原初熔炉，将药理通石与铅弹丸配方拖入，融合成功，获得麻痹弹药、剧毒弹药配方，成了。我低声自语，眼底满是精芒。我直奔中药馆，对着配方上的药材开启扫荡模式。药堂学徒林逍遥
遥守着那一堆断肠草，麻沸散，眼神古怪。陈哥，你这是要去毒杀谁啊？毒杀？我顺手赏了他一个脑瓜崩，丢了颗糖过去。少看点江湖话本，多吃点糖，把嘴甜甜点。谁看话本了？我看的明明是仙人自传，懒得理这小子的辩解。我揣回药材，火速开工，麻痹弹药，8成概率造成3秒麻痹；剧毒弹药，8成概率造成1级中毒。我特意分出一半装袋，待铁匠铺开门，依托会飞的猪准时出现。地上昨日采集的材料，我接过后，顺手把布袋推了过去。这是我近期的研究，你先拿去试试效果。依托会飞的猪大喜，看样子是觉得自己接到了连环任务的高级阶段。不久后，黑风山深处，轰的一声，体型堪比轿车的狂暴刚宗猪王咆哮冲锋，依托会飞的猪小队的盾卫连人带盾被顶飞成残血。琉璃救命！快用大师给你的东西！血和喉得青筋暴起。依托会飞的猪哆嗦着塞进特制弹丸，举枪瞄准猪王那通红的双眼。由于不知效果，他手心里全是冷汗。砰！枪声一响，势不可挡的猪王猛地僵住，像被按了暂停键，他动不了了。依托会飞的猪疯狂大吼，3秒刚过，又是一枪，砰！猪王又僵住了，砰！第3发续上，堂堂15级精英 BOSS， 硬生生被控到死。随着一声不甘的悲鸣，他轰然倒地。我靠，血和金的下巴都要掉了。几分钟后，官方论坛爆炸了，3秒硬控，神秘弹药让精英 BOSS 站桩挨揍，瞬间冲上热搜，玩家们疯了。屁的吧，绝对是云梦县陈大师的新货，多少钱我都买。跨城大公会苍龙阁内，会长龙战鱼也敲着桌面，眼中闪过厉色，派人去云梦县，不惜一切代价垄断这种弹药。翌日，县衙役敲开了我的门，陈师傅，张县令有请。我塞了几串铜钱探口风，衙役们收了钱却直摇头。来到后堂，张德才老脸阴得能滴水，桌上摊着一份洛京发来的烫金急报。陈师傅，云梦县受乱情况严重，殿下下了死命令，1月内若不平息，我这乌纱帽保不住了。这老狐狸果然是来榨油水的。我故作为难，县令大人，我近日的确在研究特殊弹丸，起初只是纸上谈兵，大价钱也才弄出一点点。我肉疼的摸出一小袋，报，师爷平民火急火燎的冲进来，大人，有冒险者用陈平的弹丸活活磨死了一只精英领主。张德才死死盯着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陈师傅，我们需要这种弹药。我抛出诱饵，县令大人，此物尚未量产，若县衙提供材料，我可以优先赶制。只是我有个不情之请，我需要城西那座废弃的黑石矿洞。张德才咬牙犹豫片刻，但比起乌纱帽，矿洞算什么？好，你要矿洞，本官就给你矿洞。回到铁匠铺，我将工序拆解给王五的青龙打铁小组。老大，这断肠草太冲了，比半个月没倒的马桶还上头。小弟捏着鼻子抱怨，王五一巴掌呼过去。废话，陈哥说了，知识改变命运，赶紧干活。核心组装由我在京市内通过原初熔炉完成，产能瞬间飙升。次日交付县令订单后，铁匠铺开售新弹药，一枚50文，每人限购5发，这价格堪称抢钱，玩家却排起了长龙。大师，我出3倍价，再给我5发吧。我面无表情地指指牌子，概不一甲，限量供应，再问打死。这时，一位少女闯入铁匠铺，她身穿发白的月白襦裙，眼角通红，正是豆腐西施白灵。陈大哥，求求你救救逍遥吧！我按住他肩膀，你慢点说。林逍遥，药堂那个刺猬头。白灵哽咽道：2天前，逍遥去西路黑风山采药，至今未归。县衙只找回了一件被撕烂的长衫，判定逍遥已亡，但白灵执意认为他还活着。周遭玩家迅速围拢，嗅到了支线任务的气息。我沉默了片刻，你也说了，只是你认为，万一他真的回不来，我们要去哪里找？他一定还活着。白灵双腿一软，跪倒在地，泪珠断了线般滚落，哭得通红的鼻尖和眼眶让人动容。我终是叹了口气，扶起他，脸上恢复了冷酷。我没有义务为你的认为去冒险，可是他泣不成声。不过我话锋一转，那小子还欠我3两银子，我去讨债，那是铁匠铺的正常动作。白灵愣住，随即破涕为笑扑入我怀中。我有些尴尬地把他拔开，看向一旁眼睛亮得像灯泡的依托会飞的猪和雪河。大师，您要出城？依托会飞的猪凑上来，讨债。我随口回答。那您需不需要几个挡刀子的英勇小弟？我心领神会，直接编写了一个受灾调查的连环任务发给他们。当然愿意。雪河，隐藏剧情啊！依托会飞的猪兴奋的手舞足蹈。白灵看着这2个上蹿下跳的冒险者，有些不知所措。我拍拍他的脑袋，没事，他们热心肠的嘞。半小时后，西城门集合，我们直奔西路黑风山脉。曾经熙攘的匪患据点，如今寂静的诡异，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副本入口居然关闭了。琉璃皱眉，我搜寻片刻，断定受灾也袭击了这里。琉璃从断木上发现了一脚血迹的4帕，白灵一见便瘫倒在地，那是他亲手绣给逍遥的。我冷静地发动技能追根溯源与线索收集，视线中瞬间浮现出淡金色光痕、凌乱的脚印、血迹，以及一道通往深山的拖拽痕迹。跟着我，我领着众人追踪，一路上安静的反常，连半只野兽也没遇到。直到深入腹地，我才在洞穴前停下。这里腐臭熏天，大师，您一路上把野兽都清了吗？琉璃伏羲喘息，一只都没碰到。我摇摇头，黑风山的野兽都去哪了？这气氛太诡异。线索进了洞穴，走，深入洞内。琉璃和白灵被恶臭熏得俏脸发白，依托会飞的猪踩碎一节枯骨，撞掉一具骨架，吓得琉璃放声尖叫。我捡起碎骨观察，肉筋尚未干透，里面有新鲜血迹。琉璃强忍不适喊道，冲向洞穴深处。我们赫然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影蜷缩在角落。逍遥！白灵尖叫着扑过去，林逍遥虚弱的几乎断气，伤口深可见骨，甚至长了蛆虫。他喝了口水，悠悠转醒，说说吧，什么情况？我问。一提到遭遇，
逍遥瞳孔骤缩成针尖大，猛地变得疯癫语无伦次。南疆黑衣人邪迹，我看到他了，大师，有人来了。手口的依托会飞的猪和雪河厉声示警。我刚回头，一阵阴冷香风袭来，一名白发黑袍、身段妖娆的女子鬼魅般出现在我面前。大妈，您哪位啊？依托会飞的猪嘴贱的打破了死寂。女子身形一晃，显然被雷得不轻。她缓缓贴近我耳边，吐气如兰：“你身上有蛊神的味道，你究竟是谁？说话别当谜语人。”我毫无波澜的回答。她白玉般的手指刚抚上我的胸膛，动作却猛地僵住。我藏在身后的碎发冲一死死抵住她的下巴，举起手来，不许动，用这东西抵住人家，真的好粗鲁哦。白发女子缓缓举起双手，被枪口顶起下巴，却毫无惧色，反而笑意玩味。我二话不说，扯下她的兜帽，露出一张极美的少女面容，那是一双勾魂所魄的桃花眼，配上13、14岁的稚气脸蛋，本该清纯，可她肤白如纸，唇红似血，透着股惊心动魄的妖冶。我收敛心神，压低枪口。你现在是战俘，没有资格讲礼数。我问你答，不吗？少女声音酥媚，双手在空中缓缓合拢，指尖将触未触。看来你是想吃子弹了。我指尖微扣，杀意瞬间锁定她。下一秒，清脆的响指与震耳的枪声同时炸响，子弹尖啸而出，却在少女身前半米处钉地爆出火星，仿佛撞上一堵透明的墙。我靠，什么情况？依托会飞的猪和雪河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我凭借敏锐的精神力看穿了真相。响指响起的瞬间，无数墨绿色的蛊虫如蜂群聚拢，硬生生吞噬了铅弹。南疆蛊术，我冷冷开口。难怪这段时间的野兽如此狂躁，在朝廷眼皮子底下搞祭祀，你们图谋不小。少女眼唇轻笑，声音如银铃刺骨。你倒是聪明，蛊神终将降临，大齐乃至天书都将成为养料，而你们是最好的祭品。话音未落，他双手猛地向前一撕，无数牛毛毒针直刺我眉心。果然狗急跳墙，我不退反进，砸出一枚特制的陶罐，罐子碎裂，刺鼻的黄色浓烟轰然弥漫，这是我现场融合的强效麻痹烟雾。毒针和守护他的蛊虫瞬间像喝醉的苍蝇，成片摔落在地。什么鬼东西？少女首次面露惊愕。蛊虫虽然诡异，却很脆弱。我掏出新研制的连发冲，并未瞄准它，而是对着洞顶脆弱的岩壁发动技能，爆炸射击，砰砰砰，3声巨响，巨石崩塌，烟尘瞬间吞没了白发少女。你跑不掉的，你身上有神的气味，我们终会再见。她尖利的声音在崩塌声中回响。快跑，要她了！我大吼一声，领着众人连滚带爬冲出洞穴。重见天日后，依托会飞的猪盯着我手中冒烟的连发冲直流口水。大师，这宝贝卖吗？非卖品。我摇了摇头，这后坐力现阶段玩家根本驾驭不了，正盘算着怎么卖出天价。被扶着的凌逍遥突然惨叫，我神色一肃，发现他皮肤下有东西在飞速游走。我两指并拢，刺入他翻卷的伤口，猛地一扯，一截漆黑长满枝节的虫身被拽出半截，凌逍遥当场呕出黑血。白灵失声尖叫，这是忘虫，3日之内会让人沦为记忆全无的行尸走肉。他翻开祖传的百草解，声音颤抖，药方需要龙涎草，可中药堂没有库存，仓库格式化，这虫子开饭还要先把菜切碎啊！依托会飞的猪没正经的胡扯，被我一脚踹飞。先回城，刚到城门口，刺鼻的血腥味便扑面而来，城墙血渍未干，伤兵满地。守城捕头见我就像见了救星。陈师傅，2个时辰前受朝攻城，县令大人正找您呢。受朝半个时辰前突然退了，我皱眉确认，是啊，退的邪门。清月琉璃在频道里嘀咕，半个时辰前不就是大师一枪把那女妖埋了的时候吗？我故作深沉的半引导道，控蛊者重伤，受朝自然回原护法，看来罪魁祸首就是他。几个玩家看我的眼神愈发崇拜，我转头发布连环任务，你们护送白姑娘和凌逍遥去仁心堂找龙涎草，护住证人，才能揭开真相。受灾调查完成，经验加5000，触发连环任务，保护白灵救治逍遥。几人领了奖励升了级，热情高涨的扛着人进城了。我跟随捕快直奔县衙后堂，刚进门，事业平民就满脸堆笑跑过来，陈师傅，你可算来了，大人等候多时了。看这低声下气的模样，比起上次见面，当真是谦卑了几分。我扯开嘴角轻笑一声，师爷莫慌，我也正有要事要向大人汇报，咱们快些进去吧。后堂内，张德才状态极其狼狈，冠帽歪斜，双眼布满血丝。见到我，他灰暗的眼中猛地燃起火焰。陈师傅，你那碎发冲可真是国之重器啊！他拉着我侃侃而谈，大赞碎发冲在守城战中抵御受朝的功劳。等他喘息的间隙，我不紧不慢地拱手道：大人，碎发冲能立功是小人的荣幸，但在邀功前还有一事汇报。我上前一步，压低声音一字一顿：大人，此次受朝并非天灾，而是人祸，乃是南疆蛊师操纵野兽所为，且他们所图甚大，恐怕不止云梦县，甚至不止整个大齐。哐当一声，张德才手中的茶杯摔得粉碎，他脸色骤变，意识到这件大功足以保住他的乌纱帽，当即狂喜：陈特使，从今日起，你便是本县稽查受灾特使，云梦境内任你差遣。他命人取来一方通体玄黑、厚重无比的玄铁印信，亲自交给我。事业平民在一旁看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大人，这可是天恒印，天恒印入手冰凉，是真正的法器。张德才叮嘱道：若遭遇不测，可以生命力为引驱动此印降下天罚，荡平宵小。我心底暗骂这老狐狸送我个克命的玩意，顺手推中，面上只能虚伪挂笑。既然大人话已至此，那小人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回到铁匠铺，我故意拿着天恒印在王武等人面前晃了一圈，这帮家伙求生欲极强，瞬间马屁如潮，陈歌威武，简直是文曲星下凡，武财神转世啊！我被夸得老脸一红，摆摆手，行了，下班最先楼我请客，滚去干活。正书心间，依托会飞的猪猛地撞开门冲了进来，哭丧着脸：大师，救命啊！
那人心堂的老板说龙涎草是管控物资，县令来了也调不走，这么狂，我眉头一挑，龙涎草关系到林逍遥的命，更关系到古尸的线索，我必须亲自走一趟。来到人心堂，面对只顾拨弄算盘、态度傲慢的药堂老板，我啪的将天横印拍在柜台上，我乃稽查受灾特使，奉命取龙涎草一用。老板冷笑不屑，特使好大的官威，龙涎草概不外售，请回吧。那我要是说今天这草我非要不可呢？我冷声问道，那就要问问我这把老骨头同不同意了。阴影中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一名驼背老者拄着龙头拐杖缓缓走出，我丝毫不退，此事关乎国运，阁下若执意阻拦，便是与整个大齐为敌。话音未落，老者身形骤然消失，我下意识拔出短冲横格，当的一声巨响，震得耳膜发聩。老者竟已瞬移到我面前，拐杖死死压在枪身之上，电光火石间，老者夺走了我的火铳，退回阴影中研究。依托会飞的猪看得目瞪口呆，以为高手在过招，我也没急着要回。老者研究了片刻火气，突然开口，小子，这枪归老夫了，草给你一株如何？可以。我平静接下对方递来的台阶，老者满意点头，为国为民，草给他也无妨。拿到龙涎草，回到中药馆后院，林逍遥正疯癫的乱跑，我屈指一弹，龙涎草精准落在白灵怀里，去熬药吧。白灵立刻生火煎药，一碗浓稠焦苦的黑药强灌下去，林逍遥身体剧烈抽搐，我当机立断，抽走依托会飞的猪的佩剑，顺着他脊骨暴露出的异样，手起剑落，扑哧，血线飙出，一条狰狞的妄虫在伤口中翻动，我伸手一扯，撕拉，宛如蜈蚣般的虫子被我硬生生拽断。趁他想钻回皮肉的前一秒，我快如闪电的取出药瓶将其封死。林逍遥猛地呕出黑血，悠悠睁眼，眼神中仍满是迷茫与未醒的梦。白灵温暖的身体拥抱着林逍遥时，他涣散的瞳孔才缓缓聚焦，声音沙哑，灵儿，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我将装有妄虫的瓶子收好，上前追问，噩梦和你在黑风山的见闻有关吗？是，我梦见山里全是红色的眼睛。林逍遥眼中满是劫后余生的恐惧，还有声音直接在我脑子里响，他们在说古神、野兽、红眼、精神控制。古神，看来这个教派就是一切的源头。我摩擦着下巴，在脑海中勾勒出阴谋的轮廓。一旁的琉璃结束了视频录制，这段剧情整理好了。中州其他地区的玩家也有受灾情报，但只有云梦县触发了剧情，大概是这里更接近南疆。正思索间，我被人轻轻戳了戳，陈大叔，这次真的谢谢你。白灵擦干眼泪，郑重地递过一包油布裹着的泛黄古籍，这是家传的百草解，请务必收下。我没有推辞，既然书中有记载妄虫定藏的线索，接过古籍，书页微温。白灵留在药馆照顾逍遥，玩家们陆续下线。我回到铁匠铺，就着灯火翻开书页，系统音接连响起：您正在阅读百草解，掌握进度11%，药理通识等级1升级为等级2。与此同时，游戏论坛彻底炸开了锅，依托会飞的猪将神医陈平暴力拔虫的录像传了上去，标题极其骚气，神级 NPC 在线手撕蛊虫，锅里新误入，玩家们议论纷纷。这铁匠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打铁、发明、当神医，我严重怀疑他就是这个版本的主角，主线全围着他转。由于地处中州与南疆接壤，即便南疆被妄虫困扰的玩家也纷纷在论坛表示感激。我的名字再一次响彻全网。铁匠铺内，我已将百草解啃到了100%，恭喜，完全掌握百草解，药理通识进化为药理精通等级，海量知识涌入脑海。书中大量记载了关于蛊虫的炼制与克制方法，甚至有些草药本身就是蛊虫。我打算利用新知识制作一款针对性的子弹，是否消耗500经验值，融合药理精通与弹药配方。确认，恭喜，获得强化麻痹剧毒弹药。这不仅是升级，更是直接缝合。原本的剧毒弹由于输出不如控制实用，被我直接挂在了商店里，标了个爱买不买的高价，算作都市传说造福坑玩家。此时，一个幽怨的黑影摸到了厂区门口，正是销声匿迹多时的叶未央。他本想低调买几发麻痹弹混本，却在扫开列表时僵住了。剧毒弹药配方，附加15秒中毒，售价5两银子，1000经验值。叶未央心脏砰砰乱跳，全服从未有人能量产这玩意，他几乎是发抖着砸下购买键，随后迅速融入人群。等我囤积材料，垄断市场，我就是唯一的军火商，整个服务器都得求我。他狂奔向中草药馆，觉得自己的时代就要降临了。而城门口，另一队装备精良的玩家打破了宁静，为首的是工会苍龙阁副会长龙血沸腾，哪怕前车之鉴就在首页，这帮顶级工会依然狂妄地打算垄断我所有的火器产出。他们带队长途跋涉，刚到云梦县便直冲醉仙楼，开了房保留复活点。龙血沸腾惜命得很，不屑去野外看受潮，他点满一桌酒菜，打算公款消费，好好享受九霄极致的感官模拟。酒过3巡，他忽然听到邻桌传来一阵压抑不住的炫耀式的吹嘘声。我跟你们说，那铁匠陈平限量发售的剧毒弹药，老子已经把配方研究出来了。客栈内，叶未央梗着脖子炫耀，他这2天几乎是以肝硬化为代价，不眠不休地搓出了1000多发幽绿的剧毒子弹。龙血沸腾端着碗筷，像个普通大叔，眼里却闪过金光。他清了清嗓子道：“兄弟，你说你能做剧毒弹药？”“是啊，怎么了？”当看清对方头顶苍龙阁工会副会长的金字招牌时，叶未央迅速切换成谄媚笑脸，从安全箱摸出一盒弹药，原来是龙血副会长，这点见面礼不成敬意。龙血沸腾捻起子弹端向片刻，笑眯眯地问：“叶兄，这种纯输出弹药，1000发恐怕不够我们精英团塞牙缝的，看你一个人产量跟不上，不如将配方卖。”“不卖。”叶未央摇头如波浪鼓，这可是他翻身的资本，既然不卖配方。龙血沸腾话锋一转，抛出诱饵：“
你出技术，苍龙阁出钱出材料，利润你7我3，如何？叶未央激动的差点跳起来，从未想过对方如此慷慨。龙血沸腾心中冷笑，只要你入了局，连人带配方早晚都是工会的。好说好说，两只狐狸碰杯，各怀鬼胎的笑出了声。不久，一场血雨腥风席卷了云梦县。我靠，这2天怎么回事 ？NPC 商店药材全没了，野外草药直接绝种，货架比我脸都干净。苍龙阁财大气粗，凭一个精英团就搅动了全县物资，材料如流水般涌入叶未央的小铁匠铺。他守在台前搓了3天3夜，整个人散枝狂掉。老大，真的够了，别收了！叶未央抱着苍龙阁精英的大腿哀嚎。对方一脸冷漠，叶兄有空拉扯，不如回去多加几个班。被逼疯的叶未央终于咬碎牙关，我共享配方给你们的人，大家一起搓还不成吗？龙血沸腾听闻捷报，在醉仙楼摇晃着酒杯，这招高吧？不卖配方就压榨到他主动求饶，广告可以打了，把声势造到天上去。很快，全服频道被金闪闪的喇叭刷屏，苍龙阁重磅推出剧毒弹药，独家研制，一发入魂，水军疯狂带节奏，外地玩家期待万分，连带着碎发冲的热度都翻了1倍。可在云梦县本地频道，画风却完全跑偏了。苍龙阁村里刚通网了。这玩意不是陈平大佬店里5两银子一张的配方吗？1两银子一发，谁买谁傻子。自己搓成本才几文钱，收割外地人智商税，支持苍龙阁曲线救国。龙血沸腾守着论坛，正等着全服膜拜，却在刷到云梦县板块时笑容凝固，一股冰冷的凉意瞬间淹没了心脏。而此时的铁匠铺里，我打着哈欠，随手将几组新研发的强化麻痹剧毒弹药上架，先看看玩家反馈吧。我这随手一放，却像一瓢滚油浇进烈火。整个云梦县的玩家瞬间彻底引爆，叶未央颤抖着双手，简直不敢相信，原来那份剧毒弹药配方并非全服唯一，它视若珍宝，赌上一切的惊天奇遇，不过是人家淘汰不要的垃圾。此时，一项散发着妖异紫光的新产品直接扇在他脸上，强化型剧毒麻痹弹药，紫色品质，20秒中毒加5秒强效麻痹，售价10两银子一发，1元宝一组，伤害翻倍，控制更强了。路过的玩家倒吸冷气，除了贵没缺点啊，兄弟。同伴悠悠说道。当一件商品唯一的缺点是贵，那往往是你的问题。这些话如尖刀扎进叶未央心窝，他爆肝1周的积蓄成了天大的笑话。而醉仙楼内的龙血沸腾，脸色已阴沉的吓人。他投入的广告和人力，全成了陈平新产品的背景板。无数玩家在论坛看到对比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背叛。去，把那叶未央给我抓来！叶未央在铁匠铺前如行尸走肉般被拎回包房，龙血沸腾揪住他的衣领，眼神恨不得生吞了他。这就是你 PM 说的独家配方？我不知道，他明明限购。龙血沸腾猛地将他灌在地上，长刀出鞘，一记冷光闪过，早已失魂落魄的叶未央被当场斩杀。视角变黑白的叶未央听到了龙血沸腾如困兽般的咆哮，全服通缉，把他给我杀回0级。作为此举最大的获利者，我正躺在铁匠铺新买的摇摇椅上，悠哉的晃着腿，声望进度调整疯狂暴涨，精英15.01%，等涨满了，我就是史诗级 NPC， 离真正的副本大 boss 又近了一步。想在大荒闯荡，头不够尖可不行，还得继续打磨。我心念一转，这把火既然烧起来了，就再浇一勺滚油。我立起一块龙飞凤舞的木牌，新增业务：武器强化+1至+3，收费低廉+4至+6，风险自负+7至+9，碎了不包赔。我靠，强化天坑开了！玩家们议论纷纷 ，DNA 里对碎冰冰的恐惧让他们止步不前。就在这寂静中，人群分流，榜一神豪钱通神在保镖簇拥下走来，他将一把流淌紫色雷光的极品碎发冲拍在柜台，眼神傲然：“老板，给我上酒，钱和材料不是问题。”这种拿钱当纸烧的魄力让全场死寂。我抬眼看他，确定，当然。他甩出沉甸甸的金币袋，身后的材料堆成了小山。我拿起紫电碎发冲，走向锻造台，起锤落下，叮叮叮，我的动作行云流水，快得只剩残影，白光接连闪烁，+1、+3、+5，恭喜！紫电碎发冲+6强化成功，人群爆发出惊呼。此时长枪已晋升紫色品质，电弧噼啪作响，钱通神也收起了玩世不恭，神色凝重起来。关键的加期来了，当锻造炉迸发出刺眼金光，雷光的紫色彻底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尊贵的金色光晕。我靠，+7金边！我面不改色，再次举锤，当+8，金光更盛，所有人屏住呼吸，心脏提到了嗓子眼。最后一下是成为第一神兵，还是化为齑粉？轰！最后一锤落下，竟无敲击声，唯有一声震彻云霄的雷鸣。一道金色神雷从9天直贯而下，如神龙一般撕裂云层，灌入枪身。天地异象，系统公告：恭喜玩家钱通神在 NPC 陈平帮助下，成功强化紫电碎发冲+9，此乃天书手把+9神兵。3遍威严的公告响彻界域，陈平、钱通神、碎发冲这几个词瞬间烙印在所有人心中。钱通神狂喜乱颤，我随手将流动着金色雷光的长枪递还，语气平淡：“你的+9收好。”他迫不及待查看属性，金色品质，且多了一条霸道的被动。紫电神威，全属性加15%，他当即氪金刷屏世界频道，引得全服疯狂。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很好，都来强化吧。在我眼里，那不是玩家，是漫山遍野待割的韭菜。钱通神的奇迹并非天意，而是由于我的天赋原初熔炉。在锻造时，我可以支付经验和材料主动提升概率。这一周，云梦县涌入的人潮堪比春运，客栈爆满，连城外的受潮都被这群狂热的玩家杀得刷新不过来。唯独醉仙楼的苍龙阁驻地，空气冷得凝霜，龙血沸腾
盯着论坛，眼球血丝爆裂。面对工会内部的质疑和对手的嘲讽，他赌徒般的疯狂被彻底点燃。万神殿搞了个加9，我们也搞一个。他嘶吼道：“把仓库里那把怒龙之牙给我拿来！”片刻后，苍龙阁精锐蛮横推开人群，龙血沸腾，气势汹汹地冲到柜台前，当的一声，将一柄流淌熔岩晨光的传说巨剑砸在桌上。强化，给我也上9！全场呼吸一致，乘5冲9，这是要玩命啊！苍龙阁甚至开启了全服直播，要在10万观众面前见证奇迹。我收钱开工，叮叮叮，强化的光芒接连闪耀。在耗费了小山般的材料后，这把剑有惊无险地来到了加8。此时的龙首剑柄栩栩如生，威压骇人。直播间弹幕炸裂，苍龙阁成员激动的脸庞通红，龙血沸腾，双眼赤红，呼吸急促。他将最后的所有筹码全部推上赌桌，继续给我上9！我高高举起铁锤，这一刻，时间仿佛冻结，龙血沸腾，几乎预见到了神龙降世的异象。锤子落下，当，没有任何金光，唯有一声在死寂中宛如惊雷的脆响。咔嚓，晨光瞬间熄灭，化作死灰。系统提示：怒龙之牙加8强化失败，已破碎。真洛可闻的死寂后，是直播间和现场山崩海啸般的嘲讽。哈哈哈哈！主播，你那么大一把武器呢？感谢龙血副会长送上的年度最佳喜剧。龙血沸腾，呆立当场，惨白如纸。我挠了挠头，心里也纳闷，明明我都凑到97%的成功率了，这也能碎？嗨嗨，这点稀有材料你还要吗？我指了指地上的碎片，他张了张嘴，一个字没蹦出来，随即眼前一黑，被系统判定情绪过激，强行踢下了线。苍龙阁声望彻底崩塌，沦为全服笑柄。我默默拿起扫帚，在万众瞩目下将那些传说级碎片扫进簸箕，转手倒进了自己的仓库。获得真龙血晶、上古龙魂、炎龙星蟹。这波啊，叫含泪血赚！我的声望从精英15%直接冲到了51%。看着这些散发恐怖能量的材料，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也该有一把真正的护道之兵了。由于我挂出了师傅闭关的牌子，任凭门外鬼哭狼嚎，我自岿然不动。我取出一把30级的史诗刀胚，站在炉前，我深吸一口气，催动本源天赋，嗡，锻造炉火瞬间化作混沌之色。我神色肃穆，将3块传说材料与刀胚一同投入炉心后，一声太古龙吟猛然从炉内炸响，那不是单纯的咆哮，而是悲鸣与心声交织的怒吼。肉眼可见的音浪轰然席卷四方，一时间赤红炎光冲天而起，云梦县上空千云汇聚成巨大漩涡，紫电惊雷如龙蛇般游走。无数玩家与 NPC 骇然抬头，陈平大佬到底在锻造什么？此物出世，必将惊天动地。此时的我全神贯注操控炉火，额头渗出细汗。3块传说材料极其霸道，即便已原初熔炉融合也颇为费力。就在此时，后院门被猛地撞开，林逍遥跌撞闯入，脸色惨白。陈师傅，我想起来了。他声音沙哑干涩，是古神教的阴谋。他们在灵脉节点埋设地脉血熔，想把整个云梦泽献祭掉。主节点就在黑石矿洞。话音未落，满身尘土的王五也连滚带爬冲进铁匠铺，跪地嚎啕大哭：“老大，黑石矿洞被一群黑袍疯子占了！他们说3日内若有人靠近，格杀勿论。”我看见他们手臂上全爬着小虫子。古神教、血祭、矿洞，所有线索在脑中串联。这不仅关系到我的收益，更关系到整城存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不能再苟了，必须主动出击。我眼中闪过厉色，右手无视熔金化铁的烈焰，直接探入炉心。下一秒，我缓缓拔出一把暗沉如夜的长刀，刀身古朴厚重，唯有刀脊一线血槽流淌着真龙之血般的暗红龙颜，忽明忽暗，如巨兽呼吸。系统提示：恭喜您锻造出传说级武器斩龙。铁匠铺大门吱呀敞开，门外长龙瞬间鸦雀无声。玩家们想象过金光万丈，却看到我提着一柄不发光的黑刀走出来，它像个无形的黑洞，贪婪地吞噬着周遭的光线。我目光扫过全场，声音带着沉重的威压：古神教占据了黑石矿洞，若任由邪阵污染灵脉，3日内云梦县将成死地，所有人都会死，包括我。场下一片冷漠，玩家们更关心装备，而非 NPC 的存亡。陈平大佬，我跟你干！依托会飞的猪第一个跳出来呐喊。随后，万神殿会长钱通神也拱手表态：陈平先生，万神殿义不容辞。为了洗刷碎龙之耻的苍龙阁也紧随其后。2大公会一动，气氛瞬间被点燃。我见时机成熟，直接发动 NPC 权限，金色卷轴在半空展开。史诗级任务：古神教之殇，奖励限定称号，好感度插队强化权，传说级材料。看到奖励，玩家们的眼睛瞬间红了。谁敢拦我跟陈平大佬刷好感度，我跟谁拼命！广场瞬间沸腾，县令张德才火急火燎跑来，将一面评判大旗递到我手中。陈特使，拜托你了！我接过帅旗，长刀直指矿洞，随我出征，哪怕只为了你们背包里即将塞满的战利品。出征！数千玩家如洪流般冲向城门。我微微垂眸，发现手中斩龙的血槽诡异地搏动了一下，仿佛沉睡万古的凶兽闻到了血的味道，正在苏醒。数千名玩家汇聚成的钢铁洪流自云梦县城奔涌而出，马蹄轰鸣，甲胄铿锵，玩家们兴奋的嘶吼，卷起漫天尘土。而在这片狂热的最前方，是我偏安一隅的身影。我骑着黑马，神色平静，指腹轻轻摩挲着怀中那柄暗沉如夜的长刀。大军行至黑石矿洞外的密林，速度骤然放缓。几名黑袍古神教徒从阴影中现身，手臂上蠕动的蛊虫令人做梦，有技能打断。然而教徒们诡异的吟唱已然完成，
周围野兽双眼赤红，组成不祥的战阵。但在被称为第4天灾的玩家面前，畏惧并不存在。数千道技能光芒瞬间亮起，教徒连同兽群被瞬间蒸发。哈哈哈！经验宝宝出战告捷，玩家们开始轻视任务难度。然而继续深入后，林中弥漫开心甜的恶臭，野兽浑身长出畸形的骨刺和脓包，悍不畏死。系统提示：您已进入灵脉污染区域，全属性下降5%，危机感悄然浮现。一支古神教精英小队挡住去路，为首的噬魂者生命之简卡洛狞笑着挥动骨质镰刀，一道暗绿色波纹荡开，带头的10几名玩家竟被瞬间秒杀。依托会飞的猪，我靠，什么伤害？人群一片混乱，等级压制让玩家的人数优势显得极其可笑。就在士气即将崩溃之际，我翻身下马，提着斩龙一步步走向卡洛。我的脚步不快，却每一步都踏在战场的鼓点上。身前的爆炸与嘶吼自动劈开一条宁静的通道。卡洛咆哮着再次挥镰，我只是平时的挥出一记横斩，没有华丽特效，但在挥出的刹那，斩龙血槽内的熔岩骤然亮起，一声太古龙吟在每个人灵魂深处炸响。嗡！卡洛的蛊虫护盾消失了，他的凝像凝固，身体被一分为二，伤口没有流血，而是像点燃的废纸般化作黑灰消散。我感到有什么东西被斩龙吞噬了，那是一丝属于卡洛的破碎记忆。战场死一般寂静，玩家们目瞪口呆，这已经不是强弱的问题，这是降维打击。直播弹幕沉寂10秒后疯狂喷井，一刀蒸发了。我沉浸在斩龙反馈的记忆中，一幅指向矿洞深处的地图清晰浮现，镜头是正在跳动的血腥祭坛，邪教徒竟要污染灵脉，将整片土地活祭。大军抵达矿洞入口，那是一层不断蠕动的血肉薄膜。突然，一声龙鸣般的咆哮从深处传来，充满了不甘与疯狂。我手中的斩龙剧烈颤动，它饿了，它闻到了同类的气息。我的嘴角控制不住地向上咧开，那是种森然而诡异的弧度。原来如此，我喃喃自语，难怪这把刀叫斩龙。这柄刀的核心材料是上古龙魂，它不仅是兵刃，更是嗷嗷待哺的邪神。我面无表情地挥出一刀，血肉薄膜无声裂开豁口，走了。矿洞内幽绿矿石映照着鬼魅般的脸孔，邪异的低语开始在每个人心底响起，放大了贪婪与嫉妒。玩家们开始争吵，龙脉污染正在侵蚀人心。我走在最前方，对身后的骚动充耳不闻。从卡洛脑中夺来的记忆，正指引我走向最终的真相。他眼中时而浮现幽绿矿洞，时而重叠教徒钉入血色长钉的记忆。当大军拐过弯道，前方豁然开朗，一个100米深的巨型地穴展现在眼前，地面无数粘稠邪血如雨倾盆，汇聚成血色瀑布，浇灌在地穴中央跳动的血腥祭坛上。祭坛顶端，一袭白衣、银发披散的苏月静立其上，散发出妖异高贵的气息。他轻笑一声：“不请自来的虫子，就用你们的血为我主的降临再添一份祭品吧。”他挥手间，血池沸腾，无数血兽嘶吼着扑向玩家。血元素，法系极火。前通神嘶吼指挥，战士顶住，奶妈看好血。混乱中，我与苏月四目相对，踩着战场中心片刻的宁静，缓缓靠近。苏月玩味的声音直接在我脑海响起，不忙着逃跑，反而不知死活的向我靠近吗？我按住躁动的斩龙，随手掸了掸肩膀，不靠近一点，我怎么把你这张漂亮的脸蛋按在地上摩擦呢？你找死！怒火瞬间爆发。从卡洛的记忆中，我已知晓，这位古神教修女叫苏月。她素手一扬，蛊虫如烟爆散，脚下血池化作数十支血箭破空袭来。我甚至没有拔刀，只是平举连发冲，砰砰几声精准点射，每一发铅弹都点在剑尖，血雾炸开。但这余波对玩家却是毁灭性的，血雾融入血兽体内，使气不断重生，榴弹更是随手秒杀玩家。这才是真大佬啊！前通神看着在魔头攻势下分庭抗礼的我，敬畏之情满溢。苏月久攻不下，眼中狠厉一闪，血道杀招，血潮母，整个祭坛的血液倒卷而上，汇聚成一颗狰狞搏动的心脏母骨。随后海量血冰从孔洞喷涌，封死了我所有退路。我终于收枪，斩龙出鞘，我在血浪中闪转腾挪，刀锋精准，但血冰源源不绝。我步伐渐错，一步步后退。大佬，我来帮你。后方的依托会飞的猪热血上头，嘶吼着发动冲锋。苏月甚至没正眼看他，随手一指，血毛便贯穿了他的胸膛。依托会飞的猪化作白光消失。我停下后退的脚步，没有愤怒，唯有一股深入骨髓的厌倦。苏月攻势一顿，不明白我死到临头还在故弄玄虚。我蓦然抬手，在虚空面板轻点几下，嗡，世界仿佛按下暂停键，所有血兽蛊虫在离我3尺处骤然静止，海量经验值如银河倾泻，疯狂涌入我体内。我的等级数字宛如坐了火箭，从29级瞬间到达37级，下一瞬我消失了。苏月瞳孔缩成针尖，只见一道黑线洞穿了他的血冰大军。那些血兽不是破碎，而是消融。我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你的攻击和你一样可笑。我高举斩龙，血槽亮起前所未有的贪婪光芒，开始隔空狂吸苏月与母骨的力量。他彻底成了待宰羔羊，脸上最后一丝表情化作扭曲的狂热。好笑，那就给你来个大的，就用这整座城的绝望为他铺路。他张开双臂，将生命灌注进母骨，以我神仆之血为引，逆转龙脉，化此成为神土。轰！黑红色血光倒灌祭坛，整个地穴剧烈震动。他毁掉了龙脉，要让所有生灵变为扭曲怪物陪葬。云梦线复活点，依托会飞的猪一脸懵逼的刚现身，便被眼前的地狱景象惊呆。吼！一头原本温顺的角马双目赤红，撞碎民房。云梦线接头，原本祥和的县城已变成人间炼狱。衙役们平举碎发冲，靠着火网死死抵挡兽群。大佬还在洞里，依托会飞的猪明白是苏月搞鬼，在频道里疯狂嘶吼：血河，快转告大佬，
老家被偷了，全城野兽都疯了。矿洞内，雪河看着正处于神仙打架中心的两人，扯开嗓子大喊：“陈平先生，云梦县被怪物攻城了！”我目光未移，只是冷冷注视着状若疯魔的苏月，背后斩龙嗡鸣急促，仿佛在催促我享用大餐。我缓缓抬刀，依旧是那记朴实无华的横斩。噗！一声轻响，苏月与血潮母与祭坛之间那道无形的能量连接，从根源上被彻底切断。苏月狂喷鲜血，气息瞬间萎靡。我随手一挥，卷起瘫软如泥的他丢向后方玩家，交给你们处决。随我回原云梦县。话音未落，我已化作残影冲向矿洞之外。此时的云梦县防线已濒临崩溃，不仅是野兽，连一些心智不坚的守兵也在邪能侵蚀下化作血肉怪物。药堂后院，白灵双目赤红，脸上浮现血色纹路，死死咬住了林逍遥的脖子。林逍遥感受着剧痛，却只是轻抚他的头发，他不愿也不敢对心爱之人兵刃相向。就在他意识模糊之际，任心堂的老头鬼魅出现，敲晕白灵，拎起两人登上了城墙。城墙外是滔天的狂兽洪流，城墙上是死寂的麻痹与绝望，希望已然断绝。就在这无尽黑暗即将吞噬一切时，天地间所有的哭喊与风声骤然消失。城墙上所有人抬起头，看见天空出现了一道漆黑的裂痕，那不是阵法的碎裂，而是一柄刀，一柄古朴厚重暗沉如永夜的长刀。我踏着血污与尸骸，一步步登上千疮百孔的城楼，每一步都仿佛同调了众人的心跳。我提起斩龙，站在城墙之巅，负手俯瞰。我为陈平，当镇压城外一切敌。声音如九天惊雷，瞬间引爆了玩家的中二之魂。我靠，这台词叶天地附体啊！快截图！九霄第一逼王登基了，言出法随。天空中盘旋的血鸟凭空崩解，地面的狂兽由于骨子里的恐惧齐刷刷匍匐在地。苏月逆转龙脉催生出的污秽之力，竟成了我登场最华丽的一掌。我微微垂眸凝视长刀，这万物似乎都不及掌中三尺铁。污秽的龙脉被激怒了，漆黑的龙影在云层中咆哮。杀！为了云梦县，县令张德才带头怒吼，玩家们也重启火网，希望的火种重新点燃，竟唤醒了龙脉深处那最后一点微弱的神性。一个疲惫而威严的意念在我脑海响起：我被污染太深了，杀了我，吞了我，用我的残骸去斩断幕后黑手，那是神明的托付。斩龙剧烈震颤，传达出极致的饥饿。我轻轻开口，既是对神明的回应，也是对刀的许诺。如你所愿，多谢。那道意念解脱消散，天空中的漆黑龙影发出狂喜咆哮，瞬间吸干了城外所有野兽的邪能。云梦县上空被墨色染尽，一尊由纯粹恶意凝聚的伪神即将降临，墨色笼罩天空，漆黑龙影庞大到无法丈量。他每一次呼吸卷起的腥臭罡风，都让城墙上的旗帜几欲撕裂。在这尊污秽之神面前，凡人极致渺小。完了，县令张德才手中的长剑滑落，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勇气成了荒诞的笑话。玩家们也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绝望。这不是战斗，是单方面的屠杀。我站在城墙之巅，孤独而笔直，缓缓举起暗沉如永夜的斩龙。吼！邪神注意到了我这只蝼蚁，咆哮声直冲神魂。紧接着，他张开巨口，喷涌出毁天灭地的黑色洪流，那是足以融化一切的腐蚀吐息。我眼神依旧平静，甚至没去看那倾泻而下的洪流，只是凝视着手中的刀。我能感受到刀中那道上古龙魂正散发出前所未有的狂热。那么，如你所愿，嗡！斩龙剧烈震颤，刀脊血槽绽放出刺眼红光，沉睡万古的意志彻底苏醒。我双手握刀，对着黑色洪流斩出朴实无华的一刀，没有刀光，却撕裂了世界。漆黑的裂痕逆流而上，那道污秽洪流如同沸汤泼血，瞬间被裂痕吞噬殆尽。裂痕去势不减，精准地斩在邪神的脖颈上。咔！一声微弱碎裂，邪神庞大的身躯猛然一僵，眼眸中第一次浮现出恐惧。下一秒，斩龙脱手而出，化作流光，刀魂虚影咆哮着跃出，死死撕咬住邪神的伤口。后，邪神在痛苦中缩减，他那精纯的污秽能量竟被斩龙一寸寸蛮横吸入。这不是战斗，是位阶更高的神奇在吞噬一个伪劣的赝品。十数息后，邪神消散，久违的阳光穿透云层，斩龙发出一声满足的嗡鸣，飞回我手中。刀身多了古朴的金色龙纹，气息镇压万古。系统提示：传说级武器斩龙解开第一重封印。特效：破法、斩魂、龙势、龙威精神压制。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神性力量从刀身反馈，洗礼我的四肢百骸，每一个细胞都在这股力量下破碎升华。系统提示：生命层次跃迁，您的 NPC 模板晋升为史诗。系统提示：获得专属权限领域。我睁开眼，深邃的瞳孔中似有星辰生灭，3尺之内风停沉静，领域悄然确立。我俯瞰着下方敬畏的人群，声音不大，却传遍全城。灾劫已过，生者仍需前行。起来！我命令你们活下去，重建家园。阳光下，劫后余生的欢呼如火山般喷发。陈平大佬牛皮，玩家们彻底疯狂。对我而言，他们已经从工具升华为狂热的信徒。我走下城楼，来到县令张德才面前，他老脸哆嗦着要给我下跪。陈神仙，请受老夫一拜。县令大人不必如此。我随手一托，无形之力稳稳将他扶住。我环视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看着崩塌的城墙和满街血污，眉头微皱。这可是我的韭菜地，得修得比以前更气派才行。一个完美的计划在我脑中成型。张县令，当务之急是安抚百姓，重建家园。特使有所不知，张德才面露难色，府库空虚，人手捉襟见肘啊！人手不是问题。我嘴角勾起一抹弧度，看向城墙上那些正狂热注视着我的玩家。我转身面向城南数千名狂热的玩家，心念一动，发动了晋升史诗级 NPC 后的专属权限。刹那间，一道辉煌的金色卷轴在云梦县上空隆隆展开，瑞彩千条，字迹蕴含天地之理。史诗级世界事件
家园重建，事件描述。在云梦守护者陈平的带领下，勇士们击退了邪神。现在，让我们共同粉碎创伤，重建辉煌。模式：贡献度模式，通过上交材料、修复设施、清理战场。慌什么？我风轻云淡，兵来将挡。我顶着平定邪教、守护龙脉的泼天大功，怕是不必怕的。张县令，你只需做好接待，至于如何回禀，我自有分寸。我转头看向搬砖的玩家，嘴角一翘。既然钦差要来，正好给那位京官一点小小的一人震撼。我再次发布子任务，限时任务：恭迎圣使，奖励500贡献度，限定 buff 龙心月明好感度效率加10%。快，不搬了，去城门排队。一眨眼，数千名精英玩家换上最华丽的装备，在南城门排成了史上最豪华也最诡异的一仗。前排金甲盾卫，中排火枪手，后排法师搓着五颜六色的光球当烟花。钦差李思年的仪仗出现在官道尽头，禁军统领被这气势森严的明军镇住了。教帘掀起，一品补服，须发洁白的老宰府李思年走下轿，目光瞬间锁定我。好一个年轻人，渊庭月至，按刀而立，竟让他感到一种面对洪荒巨兽般的压力。你就是陈平？李思年沙哑开口，威压十足。草民陈平，见过钦差大人。我不卑不亢。此时，从李思年身后走出2名气息出尘的仙门修士，中年道士眉头紧皱，白衣女子更是冷哼一声，眼神轻蔑。师兄，此地怨念极重，一介凡人武夫，侥幸斩杀妖邪，怎懂修复龙脉的大道？他看向我，语气傲慢至极。龙脉之事，交由我等仙门处理，凡人退下吧。场面瞬间降至冰点，玩家们全炸了。我靠，这 NPC 谁啊？这么能装，敢这么跟我们老大说话？他是不是瞎？没看到大佬一刀劈天吗？钦差李思年老谋深算，一言不发，任由仙门中人是我的底，压力全给到了我这边。我身后的凌逍遥气得拳头都捏紫了。一尊拯救孤城、斩杀邪魔的现世之神，凌逍遥绝不容许任何人侮辱他的信仰。就在他忍不住要上前分说时，我伸手制止了他。我脸上依旧古井无波，甚至没有动怒，只是平静地看着那白衣女子。这位仙子，说完了吗？白衣女子柳眉一竖，冷声道：怎么，你不服？不，我摇了摇头，我只是觉得你说的对。此言一出，全场愕然，玩家们都傻眼了。这完全不符合大佬一巴掌拍死装逼犯的人设。既然你说龙脉之事要交由仙门处理，那正好。我指了指远处还在冒黑气的森林，语气平淡：此地残余邪能尚未肃清，城外尚有数万畸变野兽威胁百姓，想必以2位仙长挥袖灭妖的手段，定能让这些宵小灰飞烟灭，保境安民的粗活就不劳烦2位了。请便吧。我做了个请的手势，意思很明显。既然行，那你们上，别光说不练。白衣女子顿时语塞，俏脸涨红。清除数万头畸变野兽？开什么玩笑？那些怪物残留龙脉邪能，极难对付。就算他和师兄布阵苦战，也得磨上数日，挥袖即灭。他要有那本事，早成仙了。中年道士见状，打了个圆场。呵呵，陈特使说笑了。贫道清风，这位是师妹明月。特使以一己之力守护一城，实乃大气栋梁。至于受潮，我等自会相助。只是初来乍到，还需特使多多协助。清风显然沉稳得多，既领了活，又把皮球踢了回来，要我配合。我心中冷笑，面不改色的点头。这好说，不过我这也有个小难题，或许需2位仙长出手。我从玩家手中接过一把报废的碎发铳，这枪管被腐蚀怪物的毒液喷过，几乎彻底报废。此物虽利，材质却是凡铁，易受邪能侵蚀。不知2位仙长可有妙法能修复此物，或者让凡铁变得坚不可摧，不惧邪能？我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这就是试探，看看仙门到底有几斤几两，顺便白嫖点仙家技术。清风和明月看着这把烧火棍，都愣住了。修复这等凡铁俗物，明月秀眉紧蹙，比翼之色更浓。在他看来，让高贵的炼器士修理凡铁，简直是奇耻大辱。陈平，你不要太过分，我等仙家手段是用来斩妖除魔的，不是给你修补破铜烂铁的。师妹，不得无礼！清风制止了他。他端向着枪身精巧的结构，注入一缕法力探查，脸色瞬变。他的法力刚入枪管，竟被残留的污秽龙脉之力瞬间搅碎。好霸道的邪能！清风心中一惊，驱除邪能已是不易，还要在不损凡铁的前提下修复，这难度不亚于豆腐上雕花。如何？我适时开口。清风沉吟片刻，取出一块通体翠绿的玉石，此乃青木灵玉，最善化解死气，碾碎成粉，辅以回春术可净化邪能。但受损的凡铁枪身，贫道无能为力。仙门炼器讲究神医灵材，这种物理修复，他们确实不擅长。玩家们顿时发出失望的嘘声。明月气得咬牙，却无法反叛。我眼睛一亮，要的就是这个，核心技术在我手，我只需要它的材料和净化支持。无妨，我接过青木灵玉，既然能净化，剩下的就不劳烦仙长了。修复之事交给我。在众人不解的注视下，我回到炉前，将那块灵玉和报废火铳一同扔进了炉火。他疯了，那是青木灵玉。明月失声叫道。然而我的熔炉岂是凡火？原出熔炉启动，混沌之色瞬间吞噬火焰，火铳化为通红铁水，而灵玉非但未毁，反而绽放绿光，将邪能尽数包裹。滋啦一声，黑烟冒尽，我抡起铁锤，狠狠砸下。当当当，每一次敲击都带走杂质。在清风与明月惊骇的目光中，铁水飞速重塑。不过一炷香功夫，枪身上流淌着绿色光纹，充满生机的武器已然成型。系统提示：您获得了坚韧的碎发铳精良，坚韧度加200%，对邪恶生物伤害加20%，全场死寂。清风嘴巴张得能塞下鸡蛋，明月更是死死捂住嘴，眼底尽是颠覆认知的骇然。这不科学，但这很陈平。一个玩家喊出了众人的心声。我将崭新的火铳随手抛给那名玩家，拿去。
去，这是何等锻造术！清风3步并作2步冲到我面前，眼神狂热，这种粗暴而完美的融合手段，他闻所未闻。明月跟在后面，声音颤抖，那份傲慢早已化作深深的敬畏与一丝未察觉的恐惧。这个男人真的是凡人吗？以后别再搞得这么破破烂烂的了。是，谢谢大佬。大佬牛皮！那名玩家如获至宝的捧着枪，反手就将截图甩到了论坛。陈平大佬牛皮，他把仙人的灵玉和我的破枪融了，现在我手里是仙器。截图瞬间引爆全服，玩家们的思维清奇而直接。既然陈平能融，那我们就能去借仙人的宝贝来强化自己。一瞬间，清风和明月成了移动的材料包，玩家们围追堵截，摸剑的、拜师的、借拂尘的，饶是有仙法护体，两人也被这阵仗搞得头皮发麻。我看着这混乱的场面，目的已经达到，我展示了一种可能，我是连接仙与凡的唯一桥梁。这个定位远比神将更有价值。钦差李思年将一切尽收眼底，他平退左右，走到我身边，称呼已然变成了直呼其名。陈平，你的能力老夫看到了，你想要什么？我想要的，大人给不了。我摇了摇头，看向巨大的宫顶，我只想让这云梦线变得更好，让凡人有对抗妖邪的力量，让仙人不再高高在上。这番大义凛然的话，在李思年耳中却是另一种惊雷。你想整合所有力量，据为己有？他眼中惊骇一闪，随即大笑。好，龙脉一事我会如实请功，重修云梦与协助仙人的事，全权交由你负责。老夫只有一个要求，在支援抵达前，稳住局势，出了事，我在京城替你担着。这重主，我赌对了。有了这道官方圣旨，我接下来的行动便有了绝对的合法性。我转身看向那2个好不容易脱身的修士，语气已是不容置疑的安排。清风道长，明月仙子，本官要在云梦县周围布下一座囊括整个云梦泽的超级大阵及防御预警，攻击于一体。什么？两人惊呼。这工程若由仙门来做，没个10年8载休想完成。我知道很难，所以你们负责出图纸、定节点、算材料，至于人力和基础物资，我看向数千嗷嗷待哺的玩家，我有的是。我心念一动，更新了任务面板。子任务：仙凡之争。玩家分为仙门与凡人阵营，仙门出图纸节点，凡人出海量材料，并由陈平进行凡人化改造，以此证明谁才是时代的主角。阵营对抗一出，玩家彻底疯狂，99%的人毫不犹豫加入了凡人阵营，全民打工的狂热时代正式开启。接下来的半个月，云梦县上演了基建奇迹，玩家们化身精密机器，不分昼夜的砍伐开采，展现出第4天灾的恐怖效率。而清风与明月沦为了彻底的打工人，他们想起仙人架子出难题，却被玩家在论坛喷到怀疑人生，最终只能妥协，将复杂阵法拆解成简式块捞淤泥的小任务。当玩家将仙门贡献的核心灵材交给我，我便启动原初熔炉，经过改造后的材料既保留灵性，又适合凡人搭建。这一天，清风道长拿着最后一处主阵眼的图纸找到了我。陈特使，此地需要地火心髓，那是地底岩浆中的灵材，短期内恐怕无人能采集。我接过图纸，从仓库取出一块铁矿石和一节之前斩杀教徒留下的邪门骨片，直接扔进炉中。原初熔炉启动，混沌炉火中一正一邪、一刚一柔的力量在锤下强行压缩。清风在一旁看得如痴如醉，仿佛抓住了某种造化门槛。半个时辰后，我收锤，一块散发着灼热与阴冷气息的奇异金属呈现在眼前。获得伪地火心髓反品，你用反铁和邪物制造了替代品。清风声音颤抖，只是随手尝试，能用吗？能，此物可量产，简直是神迹。清风眼神炽热，突然对着我深深一躬。陈道友，贫道愿以本门青木长生诀交换，求能时常观摩道友锻造。我心中冷笑，等的就是这一刻，面上却故作为难，接过了那本泛黄的秘籍。系统提示：学会青木长生诀残篇，检测到体内龙脉本源，功法变异，领悟专属功法万化归元诀，可吞噬、转化、融合一切异种能量。庞大的信息流涌入脑海。从今天起，我不只是个铁匠，我也入道了。得益于万化归元诀，我正式踏上了仙武同修的奇诡之路。白天，我是深不可测的铁匠，带着玩家筑城，调教那2个仙门工具人。黑夜，我关门盘坐，引导灵气如百川汇海般冲刷身体。随着修为暴涨，我对原初熔炉的运用愈发通神，开始将修仙阵法套入火器，聚灵阵刻入枪管，加速阵附魔弹丸。第一批魔改装备流入市场，玩家彻底疯了。我靠，我的刀能喷火了！陈平大佬是修仙朋克之父吧？这种将第4天灾玩弄于股掌间的感觉，确实不赖。1月之后，那座笼罩百里的钢铁要塞雏形已成，虽是框架，已足以震慑宵小，但我知道不能永远苟在新手村。古神教的阴谋、神秘的古神以及回到蓝星的线索，都在更深处的南疆。我直截了当的找到了县令张德才。张县令，云梦大阵出城，但我心难安。古神教总坛疑似大山深处，我准备亲自去一趟苍梧关，以绝后患。张德才大惊，老脸惨白。特使不可，南疆瘴气弥漫，分分钟要命，那是蛮荒死地啊！正因危险，我才要去。我语气不容置疑，我需要由县衙出具文书，以及一枚调动沿途驿站的虎符。张德才见劝不住，咬牙为我签发了通关文牒，捧出最高级别的兵符。陈特使，万望珍重，云梦随时等您回来。我接过信物，回头对他狡黠一笑。我走后，别让那群艺人闲着，多发任务，让他们继续发光发热。张德才一愣，随即露出我懂的笑容。下官明白。南下的消息通过任务系统发布，玩家群再次沸腾。新地图，新连环任务，跟随大佬远征。次日清晨，
我背负斩龙，骑着黑马，身后跟着数百名精锐组成的远征军，在王五等人不舍的目光中，一抖缰绳，出发，目标苍梧关，离了云梦泽，关道之外即是危险丛林，全属性降低10%的毒障 debuff 让玩家叫苦连天。墨绿蛛网，隐身毒株层出不穷，但我甚至没有拔刀。每当有妖兽靠近，斩龙一声低沉嗡鸣，无形龙威绽放，万兽瞬间僵直，站立逃窜。学到了，大佬这就是王霸之气。随行玩家哈喇子流了一地，我带着他们在南疆外围闲逛，实则是在练功。万化归元诀将致命毒障视为资粮，疯狂玻璃提纯，短短10日，我便练出了毒属性抗性。第10日，一座铁血肃杀的巨关横亘地平线，正是苍梧关。然而城头浓烟翻滚，喊杀震天，无数大旗士卒正与驱使毒虫的南疆古士惨烈厮杀，汹涌的虫潮正疯狂冲击城门。我靠，这是攻城大事件！玩家们兴奋得像见了肉的狼。我眉头微皱，见战况突变，一名金甲将军被数名黑袍古士围攻，诡异的墨黑蛊虫穿透护体罡气，将将军吸得身躯干瘪，关墙防线危在旦夕。我发出一声极轻的冷清，本想入关，正缺一个华丽且震撼的登场，眼下便是最好的舞台。下一秒，我翻身下马，将缰绳随手丢给一拖会飞的猪。看好我的马！我语气平淡，甚至没有拔出背后的斩龙，只是抬手亮出掌心那把金光流转的雷霆碎发冲加9。这是我用明月清风的灵材魔改出的巅峰之作。我从容抬起枪口，对准数百米外被围攻的金甲将军。身后玩家屏息凝神，等待大佬出手。砰！枪声并不响亮，子弹缠绕金色电弧脱膛而出。诡异的是，沿途蛊虫触碰到电弧瞬间化作青烟，那不是物理消灭，而是神雷对污秽的绝对净化。几名黑袍古士甚至没反应过来，眉心便被洞穿，身体如点燃的固执，无声无息化作飞灰。一枪，仅仅一枪，先前还纵横捭阖的古士瞬间被抹除，战场仿佛按下了暂停键。城墙上的守军呆若木鸡，被救下的金甲将军怔怔看着自己恢复血色的双臂，体内恶毒的诅咒已冰消瓦解。我靠，加9神兵秒了！玩家阵营爆发惊天欢呼，疯狂录屏。我吹了吹莫须有的硝烟，随手收枪，这副逼王姿态让玩家好感度再次飙升。关墙之上，金甲将军李信反应过来，亲自走下关口迎接。在下李信，多谢仙门高足出手相助。李信虎目微颤，我叫陈平。我平静回答，是个铁匠。空气瞬间凝固，守军将领们面面相觑。你管这降维打击的手段叫铁匠？依托会飞的猪连忙带着公文打圆场。大佬幽默，我们是云梦县稽查特使，奉命追查邪教，看过钦差亲笔签名。李信态度愈发恭敬，引我们入关。关内血腥弥漫，满地伤兵。李信叹道，南疆古士来势汹汹，背后恐有严密组织。守关的青竹剑宗宗主受了重伤，如今只能勉强吊命。青竹剑宗，青宗明月的师门吗？此时关内清幽小院中，宗主清玄真人猛然睁眼，他面如金纸，感知着外面霸道无匹的纯阳雷法，心中震撼。何方高人驾临我苍梧关？我踏入将军府，满地都是焦急的青袍道人。李信正欲介绍，我目光已穿过庭院，落在那座被青光笼罩的净室上。我能感觉到内里那股本命真元正向风中残烛，青竹剑宗宗主在里面。是，李信悲怆道，宗主中了化血神蛊，恐怕撑不了多久了，带我去看看。我不容置疑。一位王长老横身拦住，眼神鄙夷，胡闹！我们宗主疗伤，岂是你这凡人能冲撞的？后方的玩家瞬间炸锅，嘴里淬毒般回怼，凡人怎么了？大佬一枪崩了你古师爹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胡闹？一群打不过怪的废物，还装起来了！王长老气得老脸涨红。我淡淡吐出3个字，都闭嘴！方才还喧闹的玩家瞬间噤声。我看向李信，直接问道，李将军，我只问一句，你想不想让他活？我指着那座被青光笼罩的净室。李信神魂一颤，看着我深邃的眸子，他想起了城外那道净化万物的雷光，赌一把。李信一咬牙，做出决定，想好，我不废话，径直朝净室走去。站住！王长老厉声大喝，闪身拦在我面前，你敢硬闯？休怪贫道不客气。然而他的手还没碰到我的衣角，一股恐怖到让灵魂战栗的威压轰然降临。斩龙解封自带的龙威，在这绝对压制下，王长老双腿一软，法力凝滞，扑通一声不受控制的跪倒在地，全场死寂。青竹剑宗弟子目瞪口呆地看着跪地的长老，又看着连头都没回的玄衣身影，世界观彻底崩塌。我走到净室门前，青木所生阵仿佛不存在，轻轻一推，吱啊，门开了。浓郁的乙木灵气夹杂着腐朽死气扑面而来。蒲团上，清玄真人面如金纸，他胸口有个拳头大的黑色伤口，无数细小黑虫正疯狂吞噬生机。周围4位长老正拼死输送法力，勉强维持他的命，但这不过是饮鸩止渴。你们可以停手了。我平静开口。4位长老猛地睁眼，怒视我，你是何人？快出去！我摇了摇头，再输下去，他没被毒死，也先被你们撑死了。我无视他们杀人的目光，伸出2根手指，在所有人惊骇的注视下，直接点向清玄真人胸口的黑色蛊虫。你找死！一名长老怒吼着要阻止，可下一秒动作凝固，众人看见，当我的手指触碰蛊虫的刹那，一股恐怖的吸力轰然爆发，连仙家法力都能侵蚀的化血神蛊如遇天敌，发出无声凄厉尖啸，拼命想逃。徒劳！短短一吸，所有蛊虫连同诅咒被我吸得干干净净。系统提示：专属功法万化归元诀吞噬化血神蛊，毒抗+5，修为提升。系统提示：传说武器斩龙吞噬残余魂力，能量恢复，双重吸收。虚空印钞，我满意收回手。
看着停止恶化的伤口，淡淡道：“毒已解，喂点补气丹药，休养10天半月就死不了。”施了符医去，我转身准备离开。高人转身刹那，一只干枯的手死死抓住我的衣角。清玄真人睁开浑浊的眼，死气尽散，满是震撼与狂喜。请留步，敢问高人尊姓大名，来自哪个上宗仙门？我停下脚步，没回头，平淡的吐出几个字：我叫陈平，是个铁匠。进室内如惊雷炸响，清玄和4位长老全傻了。铁匠，弹指驱仙毒，威压镇长老，你管这叫铁匠？高人说笑了。清玄真人强撑想行礼，您必然是游戏封尘的隐士大猛，何必用这身份消遣我等残兵败将？我转过身看着他们，我从不开玩笑，我就是个铁匠，只不过偶尔也兼职救人，守城，顺便斩神。这3个云淡风轻的字，听在他们耳中不亚于天崩地裂。回想起城外的惊雷与龙威，一个荒诞的念头升起，他说的是真的。进室外，李信和跪着的王长老也心神俱震。王长老现在对我的话深信不疑，一个眼神就让我下跪的人，说捅过天我都信。嗨，陈特使，李信打破死寂，清玄宗主他死不了。我摆摆手，随之撤去了王长老身上的龙威。我救人自然不是为了当活菩萨。清玄宗主，你的命是我救的。清玄郑重点头，我欠高人一个人情，自今日起，但凡高人差遣，青竹剑宗上下莫敢不从。这不仅是报恩，更是投资。很好，我伸出一根手指，我的要求很简单，我要加入你们青竹剑宗，满座皆惊。一个斩过神的大能，要加入他们这重伤濒死的3流仙门，剧本不应该是他们哭着求收留吗？我自然有我的算盘。找个合法修仙身份。第2，获取系统功法。第3，把这3流小仙门变成我的韭菜地，资源、弟子全归我掌控。怎么，你们不欢迎？我用尔等凡人不懂的眼神看着他。欢迎，当然欢迎。清玄激动的差点蹦起来，天上掉馅饼岂能不接？他扯着嗓子大喊：明月清风，去把宗门大殿扫干净，用最隆重礼节恭迎陈前辈入我山门，不必那么麻烦。我摆手打断，淡淡道：规矩还是要有的。你们的入门试炼是什么？拿出来我看看。我需要一个机会，在所有弟子面前装波狠的，我要让他们知道，我陈平不是来投靠的，是来君临的。清玄无奈，只能吩咐清风明月搬来3件试炼之物：重达万斤测根骨的玄重石，登临3层测心性的9层问心塔，以及将手放上便能测出灵根属性的测灵璧。这便是青竹剑宗传承数百年的入门3关，虽然简单，却能筛选出合格的弟子。我在3件道具上扫过，笑了笑，走到那块万斤重的玄重石前，在所有人不解的目光中，我没有去举，而是轻轻拍了拍巨石，原出熔炉启动。我将玄重石与背包里一块最普通的铁矿石进行了融合。嗡，一道无人察觉的混沌之光闪过，我收回手，看向清风。好了，你再试试它的重量。清风一脸茫然，将手放在玄重石上微微用力，下一秒，他仙风道骨的脸上露出了见了鬼的表情。这怎么可能？他发出一声尖锐的惊呼。这不是万斤巨石，这是一座他倾尽法力都无法撼动的太古神山。噗！清风只坚持了不到一息，便狂喷一口逆血，如遭雷击连退数步，瘫坐在地，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傻了。清风可是青竹剑宗实力最强的筑基高修，竟然被一块试炼石头震得吐血。师兄，明月冲过去扶起清风，清风顾不上擦血，像看怪物一样死死盯着我。你对他做了什么？我没有回答，走到漆黑的玄重石前，食指与中指并拢，轻轻划拉，如同切豆腐一般，连筑基高修都无法撼动的巨石，被我轻而易举地划开深可见骨的口子。在所有人麻木的目光中，我龙飞凤舞地刻下陈平2字，末了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猪头图案。拍掉灰尘后，我转头看向早已石化的众人。第1关算我过了吗？何止是过了，这是把关卡玩坏了。清玄真人激动得浑身哆嗦，挣扎着爬起来，深深鞠躬。过了，前辈神通盖世，是晚辈有眼不识泰山。在他看来，这已是造化的大道。前辈不必是了，您就是我青竹剑宗的太上祖师。我摇摇头，规矩不能乱。我走到9层问心塔前，将融合了龙脉本源的精神力注入塔中。嗡，9层光环瞬间全亮，光芒直冲霄汉，刺穿云层。9层圆满，传说中的赤子道心。清风失声尖叫。第2关也过了，我语气平淡。最后是测灵璧，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想看这妖孽到底是何等灵根。我缓缓将手按在玉璧上，1秒、2秒，毫无反应。我眉头一皱，难道我没灵根？突然，玉璧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悲鸣，咔嚓，蛛网蔓延，轰然炸裂成漫天齑粉，全场再度陷入大脑宕机的空白。清玄指着粉末哆嗦，我看着安然无恙的手掌，看来你们的石头质量不行。第3关也算过了吧？扑通，清玄真人双腿一软，五体投地磕了个响头。祖师爷在上，请受弟子一拜。身后的长老弟子齐刷刷跪下，神情狂热山呼，恭迎祖师爷回山。就这样，我一步到位成了青竹剑宗至高无上的太上祖师，不仅有合法的修仙身份，还拿到了最高权限。当天，清玄便捧上了核心功法青竹长生诀，我毫不客气的当场学习。系统提示：万化归元诀吞噬青竹长生诀成功，等级提升至第2层，新增特性归元。系统提示：境界提升至炼气境1层，仙武同修正式开启。我召集清玄长老与李信将军坐在主位上，淡淡开口：自今日起，剑宗与守军全面合作，本座将亲自锻造对抗古尸的利器，并发布宗门任务，让我那些不成器的追随者为苍梧关贡献力量。全新的任务面板瞬间弹出：阵营任务，祖师爷的考验。
加入外门弟子，兑换基础剑法，兑换陈平亲手改造的制式长剑，这堪称转职系统的面板一出，玩家全疯了！我靠，可以加入仙门修仙了！兄弟们，干！为了祖师爷冲啊！所有的玩家化作最勤劳的工蜂，疯狂砍树、挖矿、杀蛊虫，整个苍梧关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生机。而我安坐宗门，看着飞速上涨的声望、金钱和经验，玩家做任务的驳杂能量，配合原初熔炉的转化，同时为给万化归元绝羽斩龙，一鱼两吃，双倍快乐！我靠在太师椅上，惬意的眯起眼，这太上祖师爷的日子还真不赖。这个仙门已经被我彻底玩明白了，日子在热火朝天的击剑与修仙中度过。在我的英明领导下，整个青竹剑宗陷入了诡异的狂热，弟子们不再枯坐练剑，而是跟着精力旺盛的玩家漫山遍野的跑，美其名曰红尘炼心。作为回报，他们可以用贡献度找我兑换聚灵丹、锋锐符文，甚至请我强化飞剑。这套将网游与修仙结合的模式，让宗门实力在半个月内飙升。但这变化自然引来了不和谐的声音。这天，内门大长老的孙子赵寻横在演武场上拦住了一队来交差的玩家，他平日趾高气昂，对于我这个凡人祖师更是不满。站住！赵寻长剑一横，鄙夷的扫过为首的依托会飞的猪。演武场乃仙门弟子切磋之地，岂是你们这些下等人可以踏足的？依托会飞的猪眉头一皱：“你谁啊？我们找祖师爷交任务，碍你什么事了？”玩家们不仅不怕，甚至跃跃欲试。放肆！赵寻手腕一抖，一道凌厉剑气直逼依托会飞的猪脚下，让你们这群贱民懂规矩。依托会飞的猪身为资深战玩家，一个侧滑步便举起盾牌，有人闹事，干他！这群玩家根本没有仙门威严的概念，战士冲锋，法师火球，盗贼背刺，一套 PVP 起手式行云流水。赵寻修为虽有练气中期，但哪见过这种不讲武德的混战？刚挡开盾击，呼脸的火球和腰子的背刺就让他血条掉了一截。他惨叫着挥剑，反了！你们敢围攻本座？玩家根本不怕死，要是搞死这个装逼 NPC， 能上论坛吹半年。演武场上技能与剑气齐飞，周遭弟子见赵寻被按在地上摩擦，纷纷幸灾乐祸。活该！仗着他爷爷天天欺压外门，都给我住手！一声威严怒喝，内门大长老赵无极带着执法弟子脸色铁青的杀来，见孙子被打得鼻青脸肿，他怒火冲天，好大狗胆！筑基后期的威压席卷全场，玩家们动作瞬间迟缓。赵无极并指如剑，一道金色剑气直指依托会飞的猪，这是要下杀手。就在剑气斩落的瞬间，一个冰冷的声音在所有人耳边悠悠响起：“赵长老，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我的人？”声音似蕴含天地之理，那道开碑裂石的金色剑气如冰雪玉阳，无声无息便消融了。赵无极瞳孔骤缩，抬头看向高台，此刻我正悬衣负手，静静站在那里。祖师爷，弟子们齐刷刷跪下，神情狂热。赵无极脸色难看，强撑着没有下跪。祖师爷，老夫只知宗规，这群艺人以下犯上，按律当斩。本座惩戒何错之有？宗规！我勾起嘴角，没理会他，而是看向爬起来一脸怨毒的赵寻。你来说，刚才发生了什么？赵寻心中发寒，但仗着爷爷撑腰，颠倒黑白道：是他们擅闯演武场，出言不逊，弟子想教训他们，他们便仗势围攻。我点点头，转向依托会飞的猪，他说的是真的吗？祖师爷放屁，是他先动手骂人的。依托会飞的猪气得脸都绿了。好，我抬手凌空一指，无形之力瞬间禁锢了依托会飞的猪。你目无尊长，出言不逊，罚你去后山挑水1个月。依托会飞的猪傻了，赵无极爷孙则露出得意冷笑，看来这祖师爷也不过如此。然而他们的笑容尚未绽开，我的目光已落回赵寻身上，声音透着极致的冰冷。而你身为内门弟子，仗势欺人，颠倒黑白，简直是我青竹剑宗的耻辱。赵寻的脸寸寸惨白，想反驳，却在我的注视下发不出一个音。祖师爷，你什么意思？赵无极勃然大怒，你闭嘴！你叫孙无方，一会儿我再找你算账。我冷冷打断他，抬起右手，废除赵寻内门身份，打入杂役房，永不传功，同时断其一臂，以儆校友。话音未落，我屈指一弹，一道归元真力破空而出，凄厉的惨叫响彻演武场。赵寻右臂齐肩而断，鲜血狂喷，全场死寂。谁也没想到，这位平日云淡风轻的祖师爷，真动起手来竟这般杀伐果断，毫不留情。寻儿！赵无极悲吼着扑向孙子点穴止血，他抬起头，双眼布满血丝，怨毒地盯着我。陈平，你敢下此毒手，老夫跟你拼了！他怒火攻心，筑基后期的气息毫无保留地爆发，一柄金光飞剑发出一声剑鸣，直冲我斩来。然而我只是冷冷一瞥，聒噪，我没有动手。心念一转，恐怖千倍的龙威轰然降临，这是生命层次绝对碾压。扑通！赵无极冲天势头戛然而止，神魂如遭重击，双腿一软，当场跪下。本命飞剑哀鸣掉落，光芒暗淡，一念镇压筑基后期。看着全场噤若寒蝉的身影，我缓缓扫过演武场，还有谁对我的处置有意见？我靠，祖师爷这装的我给满分，太狠了！说断一臂就断一臂，这才是真大佬风采。依托会飞的猪爽了，被罚挑水，但祖师爷亲自出头，这面子够吹一辈子。依托会飞的猪本人一脸懵逼，他呆呆看着台上的悬疑身影，心中涌起难以言喻的暖流。祖师爷罚他是在保护他，断赵寻的手是在为他出气，士为知己者死。他暗暗发誓，这辈子就跟定陈平大佬了。既然没人有意见，我的声音再度响起，那就这么定了。执法弟子，把这2人拖下去，若有违抗，格杀勿论。执法弟子哪敢废话，架起昏死的赵寻和失魂落魄的赵无极，狼狈离开。一场风波平息，而我在青竹剑宗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再无人敢质疑我的决定。处理完小麻烦，我的日子恢复了平静。每天除了修炼万化归元诀，就是坐在大殿里发布任务，看着玩家和弟子们辛勤打工，海量资源流入仓库。经验在这段时间里让我从练气一层
稳步升到了3层。虽然境界提升不快，但龟元真力不断吞噬杂质，威力远超同阶。这天，清玄真人一脸喜色地找来，启禀祖师爷，护山大阵已修复完毕。更重要的是，在修复过程中，弟子们触动了山体下方一处古老禁制。我睁开眼，那禁制之后，隐藏着上古修士遗留的秘境。清玄激动道：“开派祖师当年在此建宗，就是因为感应到了秘境，只可惜数百年无人能开启。今日在您的带领下重见天日，这都是您的鸿福啊！能打开吗？我对这马屁很受用。能。禁制已松动，只需10名筑基期修士合力轰击即可，但秘境只能维持3天，且吉凶未卜。”清玄面露难色，弟子想请祖师爷示下，该派哪些弟子前往？这才是他的目的。秘境是机缘，也是风险，名额分配容易引起内斗，他不想得罪人，索性把皮球踢给我。我笑了，等这机会很久了，此事我自有安排。我走到大殿外，心念一动，浩瀚的声音借助任务系统响彻所有玩家耳畔。史诗级世界事件：上古秘境的召唤。描述：上古秘境现世，内有天才地宝、仙家功法，更有成仙之秘，然其内危机四伏。祖师爷陈平决定亲自带队探索机缘。参与方式：宗门贡献度排名前1000的玩家自动获得名额，奖励视收获而定，绝对超乎想象。公告如核弹在玩家中引爆。终于来大活了，老子挖矿快挖吐了。贡献度前1000，我还差300多。去杀蛊虫，杀到天亮，跟着祖师爷混，吃香喝辣，清任务去啊！瞬间，所有玩家疯魔了，他们疯狂涌向任务大殿，将一切能做的任务扫荡一空。整个苍梧关陷入前所未有的内卷狂潮。清玄真人看着这诡异又充满活力的一幕，懵了。他本想问秘境是咱们的，怎么能让这么多一人进？但看到我平静的仿佛洞悉一切的眼神，又把话咽了回去。算了，祖师爷的境界不是我能揣测的，这么做一定有他的深意。清玄真人成功完成了自我攻略。